那么今天下午要说的第一只港股是来自于咱们的粉丝约稿啊，叫做一脉阳光。那整体先说一下结论吧。从我目前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，当前是处于日线级别的三波回撤的这个 C 浪当中，并且是处于这个其中 C 浪5下跌的一个末端。近期应该还会再出现新低啊，所以中期见底的低点应该还是没有出现。那在我们正式开讲之前啊，先提示一下，那么之前充电约稿的朋友记得一定要私信我，并且把你的品种也要私信发给我，因为有时候评论区难免害怕有遗漏。同时约稿的品种我也会在第一时间公布在社群，有问题也可以在群里问我，这样也方便解答。同时呢，由于审核的限制，B 站上面我会挑一些视频选择发布，更多的视频咱们还是放在群里共享。好，我们回归主题来说一下这只港股，我为什么会看空，为什么认为中期底部还没出现。首先，这只港股上市的时间不长啊，从2014年的6月吧，截止到现在也就是刚刚1年，在这1年时间里走出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这样一个走势，最高点是出现在 72.80。从这次下跌的走势大结构上来看的话，我们认为它是在走一个 ABC， 现在目前就是应该处于这个 C 浪当中 A、B， 当前是处于 C。 那继续划分这个 C 浪来看，其实这个 C 浪内部它结构也是比较清晰的， C1、C2、C3、C4， 目前就是在这个 C5 当中咱们用这个紫色段去表示，同样我们也是标注一下，方便大家确认这个点，确认这个结构和形态。 C3、C4 目前在 C5 当中。那当前我们就是考虑一下下方这个 C5 将会运行到什么样的一个低点的一个位置。可以看到当前是已经跌破了上市以来的最低点了，它等于说下方没有任何可参考的这样一个点位。那么我们就借助这个波浪尺来测算一下 C 浪3和 C 浪5的一个比例关系，找到下方的一个支撑位。那通过波浪尺我们可以看到下方存在2处这个支撑，分别是 0.5 和 0.618， 点位呢分别是 10.98 和 7.22， 这就是后期我们需要关注这次 C 浪5下跌的一个阶段性的支撑目标2个。至于会在哪一个位置停住不得而知，还需要继续跟踪观察。那其实当下我们就是重点研究这个 C5 它运行到了其中次级别走势的哪一个结构当中。那这里我们就将时间需要调整到小时图。那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，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。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、港股、数字货币、期货以及金油。那这次 C 浪5的起点它应该是在25年的4月11号，高点是 26.90， 从这里正式展开了这个 C 浪5整体的一个下跌结构。那我们可以按照结构继续去划分，这是 C5 当中的子浪1、子浪2、子浪3，此处走了一个ABCDE 的一个子浪4。那截止到后面这一段，它其实都处于这个子浪5当中这里也分别标注一下，这是 C 浪5当中的子浪1、子浪2、子浪3、子浪4，目前是处于这个子浪5当中。通过以上的梳理，我们大致就知道了，当前是处于日线级别的 C 浪5当中，1小时级别的 C 浪5-5当中。那其实下方它还会再创出新低，等这个 C 浪5-5全部走完，基本上这波中期的下跌走势也就差不多了。所以这里首选是关注刚才日线所说的第一个支撑位11港币附近，万一此处跌破，我们才能看到更深的位置 7.20 附近。那距离现在的位置来说的话，下方至少还有 2.4 元的一个下跌空间，所以暂时我们还是需要等待下方支撑的临近，甚至于触及到，然后再出现4小时级别的底分型十字星，我们才具备参与的一个交易规则。那这里说到了目前我看跌的一个主要原因。那下来我们再说一下，万一在没有跌破新低之前，
它翻身向上突破了上次反弹的高点，这个位置应该是在 15.30， 那就说明阶段性的下跌有可能提前结束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等的就是等突破 15.30 的上反弹第一波走势完成之后，等它第二波的二次探底再跌下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再考虑介入进去。所以当前这个点位啊，做多目前还是不适合，要么就是创出新低啊，等到下方的支撑位做多，要么就是突破 15.30 之后二次回踩的时候我们再考虑做多。所以当前对于这只港股，我个人建议是说继续观望啊，继续观望，等待下方支撑啊目标，等待下方这个支撑区域的临近或触及到以后再说。好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